嗨，亲爱的书友们，欢迎来到书海时光，一个为你每日推荐好书的心灵驿站。赶快关注我们，一起畅游书海，让阅读点亮每一天的精彩。今天我要向大家推荐一本在沟通领域堪称瑰宝的书籍《掌控谈话》。它的作者是克里斯·沃斯 （Chris Voss），一位在国际谈判界赫赫有名的人物。沃斯曾是美国联邦调查局 （FBI） 前国际危机谈判专家，在长达24年的职业生涯中，他参与了无数令人瞩目的谈判案件。从绑架案到人质危机，这些经历让他积累了丰富且独特的谈判经验。掌控谈话这本书的价值不可估量，它不仅仅是一本关于谈判技巧的指南，更是一本能彻底改变我们与他人互动方式的宝典。在我们的生活中，无论是日常的闲聊、商业合作、家庭矛盾处理，还是职场中的沟通，都离不开谈话。而这本书所传授的技巧，能让我们在这些场景中如鱼得水。它能帮助我们从谈话的被动方变为主动方，从被情绪和误解左右到掌控局面，实现真正的高效沟通。想象一下，在一场商业谈判中，你原本处于劣势，对方的条件苛刻，似乎谈判已经陷入了僵局。但通过运用掌控谈话中的技巧，你巧妙地扭转了局势，不仅达成了双方都满意的协议，还赢得了对方的尊重和长期合作的机会。或者在家庭中，当你和伴侣因为一些琐事争吵不休时，这些技巧能帮助你平息怒火，找到问题的根源，修复彼此的关系。这本书就像是一把神奇的钥匙，能打开通往和谐、高效沟通世界的大门。说到这里，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，在你的人生中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时刻，一场谈话本可以改变你的命运，或者至少对你的生活产生重大影响，但你却因为没有掌握正确的沟通方法而错失了机会？或者你是否曾羡慕那些在人群中能够轻松掌控话题、说服他人的人？让我给大家讲一个关于著名企业家埃隆·马斯克的故事。在特斯拉发展初期，马斯克面临着巨大的资金压力和来自各方的质疑。在与投资人的一场关键谈判中，他用了一种类似掌控谈话中所提到的标注技巧。他坦诚地指出了投资人对于特斯拉未来发展的担忧，并将其表达出来。我知道你们担心特斯拉的盈利能力和市场竞争，这种做法让投资人感受到了马斯克的理解，进而愿意倾听他对于公司未来规划和应对策略的阐述。最终，他成功地获得了投资，为特斯拉的崛起奠定了基础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掌握谈话的技巧是多么重要，而《掌控谈话》这本书就能为我们提供这样的智慧。以战术同理心，深入人心的沟通之道。战术同理心是掌控谈话的核心理念之一。它并非我们通常所理解的简单的同情或怜悯，而是一种在沟通中深入理解对方情感和处境的能力。这种能力要求我们在谈话中精准地感知对方的情绪波动，并通过语言和行为表达出对这种情绪的理解。从心理学角度来看，人类在交流过程中最渴望的是被理解和被认可。当我们感受到对方理解我们的情绪时，大脑会释放出一种让人感到愉悦和安心的化学物质。这种积极的情绪反馈会促使我们更愿意与对方继续交流，并且更容易接受对方的观点。战术同理心正是利用了这一点，通过建立情感上的共鸣，为后续的沟通创造良好的氛围。在应用战术同理心时，我们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式。首先是倾听，不仅仅是用耳朵听，更要用心去感受对方的情绪。比如，在对方说话时，注意他们的语气、语调和肢体语言，这些都能传递出情绪的信号。其次是复述和标注情绪。例如，在对方表达完自己的困扰后，我们可以这样说：听起来你对这件事感到非常沮丧，或者我能感觉到你对这次合作充满了担忧。这种做法能让对方知道我们在认真倾听，并且理解他们的感受。其好处是显而易见的。当我们运用战术同理心时，对方会感到被尊重和理解，从而降低防御心理。在商业谈判中，这可以化解对方的敌意，为达成协议创造条件。在人际关系中，它能缓解紧张的气氛，增进彼此的感情。就像在一次家庭纠纷中，一方运用战术同理心对另一方说：我知道你因为这件事感到非常伤心和失望。这种表达会让对方感到自己的情绪被接纳，从而更愿意心平气和地解决问题。书中提到，在 FBI 的谈判案例中，谈判专家们经常运用战术同理心来处理人质危机。他们会通过与劫持者对话，标注他们的情绪，比如你现在一定感到很愤怒和绝望。这种做法让劫持者感到自己被理解，从而降低了采取过激行为的可能性。沃斯在书中写道：同理心是在谈话中能够打开对方心扉的钥匙。这句话深刻地揭示了战术同理心的重要性。重复的力量，简单却强大的沟通技巧。重复在掌控谈话中被赋予了全新的意义。它不是简单的机械重复，而是有策略的在谈话中重复对方话语中的关键词或短语。这种看似简单的技巧，却有着意想不到的强大力量。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，当我们重复对方的语言时，会让对方产生一种熟悉感和认同感。大脑会倾向于关注熟悉的事物。这种重复就像是给对方的思维一个积极的反馈信号，让他们觉得我们和他们处于同一个频道。
同时，重复也能引导对方的思维方向，因为当我们重复某个关键词时，会让对方不自觉地围绕这个关键词展开思考。在应用重复技巧时，我们可以选择对方话语中关键的词语或短语进行重复。例如，在对方说我对这次项目的进度感到不满意，因为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，我们可以重复说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，这样可以引导对方进一步阐述这些问题。在商业谈判中，重复可以让我们更好地把握对方的关注点，并且让对方觉得我们在认真对待他们的问题。其好处是能够有效地避免误解和冲突。当我们重复对方的话语时，对方会感到我们在认真倾听，并且理解他们的意思，这有助于建立信任关系。而且，通过重复，我们可以更深入地了解对方的意图和需求。在日常交流中，这种技巧可以让我们避免因为误解而导致的争吵。比如在夫妻之间，一方说你根本就不关心我，另一方可以重复说你觉得我不够关心你，这样可以避免情绪化的反驳，为解决问题创造条件。沃斯在书中举了一个生动的例子，在一次谈判中，谈判专家重复了对方的一句话，结果对方开始详细的解释自己刚才所说的话，并且情绪逐渐平静下来。沃斯指出，重复就像是一个钩子，能把对方的话和情绪都勾出来。这句话形象地说明了重复在沟通中的奇妙作用。3. 引导对方说不，打破僵局的巧妙策略。通常情况下，我们都希望对方说是，但在掌控谈话中，作者提出了一个反直觉的观点，引导对方说不。这并不是要故意制造对立，而是通过巧妙的引导，让对方在谈话中感受到自主权和安全感，从而打破僵局。从心理学上讲，当人们说不时，会产生一种掌控感，这种掌控感会让他们感到放松和安全。相反，如果一味地追求对方说是，可能会让对方产生压力和抵触情绪，因为在很多情况下，说是意味着要承担某种责任或做出某种承诺，而说不则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方式。在应用这一策略时，我们可以通过提问的方式引导对方说不。例如，在销售中，销售员可以问，你是不是不想了解一下这款产品能为你带来什么好处？这样的问题看似是在引导对方拒绝，但实际上是在激发对方的好奇心和思考。在商业谈判中，可以问，你是不是不同意这个方案中的某些条款？这样可以明确对方的立场，并且为调整方案提供方向。其好处是能够缓解对方的抵触情绪，让对方更愿意参与到谈话中来。当对方说不时，他们会感到自己的意见被尊重，从而更有可能积极地与我们就问题进行探讨。而且，通过引导对方说不，我们可以更清楚地了解对方的底线和需求。在国际谈判中，这种策略可以帮助双方找到共同点，避免因为一方的过度坚持导致谈判破裂。沃斯在书中讲述了他在 FBI 谈判中使用这一策略的经历。他通过巧妙地引导劫持者说不，成功地让对方放松了警惕，并且开始与他进行更深入的交流。沃斯认为，引导对方说不是打破谈判僵局的有效方法，因为它能让对方感到安全。这句话点明了这一策略的核心价值，是让对方说出你说的对，建立共识的关键。让对方说出你说的对是掌控谈话中另一个重要的沟通目标。这是一种更高层次的沟通境界，意味着双方在某个问题上达成了共识，并且对方认可我们的观点。当人们说出你说的对时，是一种对自身认知和对方观点的融合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大脑会进行一种复杂的认知处理，它既承认了对方的正确性，也维护了自己的立场。这种认同感会进一步加深双方之间的信任和理解。要达到让对方说你说的对的效果，我们需要运用前面提到的战术、同理心、重复等技巧。首先要深入理解对方的观点，然后通过巧妙的引导和沟通，让对方意识到我们的观点与他们的观点有相通之处。例如，在讨论一个复杂的项目方案时，我们可以先复述对方的观点，然后结合自己的观点进行阐述。你说的对，这个项目的预算是一个关键问题。同时我们还需要考虑，其好处是能够有效地促进合作和解决问题。当对方说出你说的对时，意味着他们认可了我们的观点，这为后续的行动奠定了基础。在团队合作中，这种共识可以提高团队的凝聚力和工作效率。在国际关系中，它有助于化解矛盾，促进和平与合作。沃斯在书中提到，在一些艰难的谈判中，当对方说出你说的对时，谈判就迎来了转折点。他指出，当对方说出你说的对时，那是一种真正的认同，是建立共识的基石。这句话强调了这句话在沟通中的重要意义。5. 利用校准问题，掌控谈话节奏与方向。校准问题是掌控谈话中一种独特的提问方式，它不是简单的询问信息，而是通过精心设计的提问来引导对方思考，并且掌控谈话的节奏和方向。校准问题利用了人类的好奇心和探索欲望。当我们提出一个巧妙的问题时，会激发对方的思考，让他们陷入一种对问题的探索状态。这种状态下，他们会更加专注于问题本身，并且愿意与我们共同寻找答案。同时，这种提问方式也能让对方感到我们在尊重他们的智慧和意见。
在应用校准问题时，我们需要根据谈话的目标和对方的背景来设计问题。例如，在商业谈判中，可以问我们如何确保这个项目的成功，或者我们面临的挑战有哪些。这样的问题可以引导对方思考合作的细节和潜在问题。在人际关系中，可以问我们怎样才能更好地理解彼此。这种问题有助于深入沟通，其好处是能够引导对方积极参与到谈话中来，并且让对方感到自己是解决问题的一部分。在谈判中，它可以让我们更全面地了解对方的想法和需求，为达成协议创造条件。在教育领域，它可以激发学生的思考，培养他们的解决问题的能力。沃斯在书中举了很多关于校准问题的案例。在一次商业谈判中，他通过一系列校准问题，成功地引导对方提出了一个创新的解决方案。沃斯指出，校准问题是打开对方思维之门的钥匙。这句话体现了这种提问方式在沟通中的重要性。总之，《掌控谈话》这本书为我们提供了一套完整而实用的沟通策略，从战术同理心到重复技巧，从引导对方说不到让对方说出你说的对，再到利用校准问题，每一个环节都蕴含着深刻的心理学原理和实践智慧。这些技巧不仅适用于那些重大的谈判场合，更能在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发挥作用。我强烈地呼吁大家阅读《掌控谈话》这本书，并将其中的习惯运用到自己的生活和工作中。不要小看这些沟通技巧，它们可能会彻底改变你的人生轨迹。无论是改善人际关系，还是在职场中取得成功，这些技巧都能为你助力。朋友们，沟通是连接人与人之间的桥梁，而掌控谈话就是那座坚固的桥梁的工程图。让我们行动起来，勇敢地运用这些技巧，去掌控每一次谈话，去创造更美好的生活。相信我，当你掌握这些技巧后，你会发现自己仿佛拥有了神奇的力量，能够在各种复杂的局面中游刃有余。你会发现，那些曾经看似难以解决的问题，都会在你的沟通智慧面前迎刃而解。行动起来吧，让掌控谈话成为你人生路上的得力助手。